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这床不能这样摆，要想睡得好，切莫脚朝西来头朝东。小刘正在给自己结婚的新房布置家具，刚将房间的床摆好，母亲急匆匆地跑进来说，这床方位摆得不对，会影响睡眠。妈，你们这种老一套的说法没啥科学依据的，都是迷信。小刘敷衍了母亲几句，自顾自地继续摆放着床上的用品。然而这次小刘的母亲非常的坚持，说得头头是道。她告诉小刘，睡眠跟地球磁场是有关的，这样摆床之后不但睡不好，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有伤害。母亲的这些说法让小刘有点害怕，心想，难道睡觉朝向真的有那么多的学问吗？一，睡觉不能脚朝西头朝东，是科学还是谣言？相信这个说法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曾听过，尤其是在农村，老一辈常常将这句话当成是顺口溜，讲给后辈们听。他们认为睡觉朝向有特殊的讲究，不能乱睡，因为睡眠质量受地球磁场影响。然而这个说法可信吗？事实上，地球的南北磁场并非正南正北，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倾斜角度，且其会随着四季昼夜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人在出生之后，为了适应环境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中间会维持自我的磁场平衡，在搬家时、跨越时区、旅行等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磁场发生变化，继而让睡眠发生紊乱。但是地球的磁场与睡眠之间的确关系没有明确的定论，不能直接说朝向会影响到睡眠。还有一些人认为睡眠不能脚朝西头朝东，是因为相信风水说。关于风水一说，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喜欢坐南朝北。人们觉得南边是向阳面，而北边是阴面。在睡觉的时候不要头朝东脚朝西，这样一来可以让体内的阴阳调和更平衡，对健康有益。实质上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的依据，仅仅处于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状态下。中华医学会睡眠障碍协助组委员、天津安定医院睡眠医学院的科的主任医师张新军介绍，人体自身确实有磁场，但强度仅有地球磁场的千万分之一，再加上人体时时刻刻地处于各类的磁场之中，会形成一种平衡。因此地球磁场对于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是否足以影响睡眠尚无定论。另外，人体也不可能一边睡眠一边调整方向，这不具有可操作性。相比之下，睡眠的环境、姿势、温度、时间、不良习惯等才是影响睡眠的决定性因素。二，总是睡不好，原因或有4个。一些玄学问题是否会影响睡眠，其实都缺乏证据证实。真正会影响睡眠的其实是这些因素。快来看看你是否还在做。一、睡觉姿势。部分人在日常睡觉的时候喜欢处于一种特殊的姿势下，如双脚过分外八，容易导致大腿骨外旋、腰部弓起，容易导致腰酸背痛症状出现。趴着睡则容易让头偏向一侧，会导致颈椎、胸椎扭曲，对于脊椎健康不利。而过度蜷缩的姿势也同样不推荐，这样睡觉会导致后背反弓，对睡眠质量以及身体健康均不利。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推荐选择的睡眠姿势为右侧卧和仰卧。侧卧的时候要注意枕头比肩膀要稍高一点，不要让头部处于前倾状态。而平躺时则要注意让颈部、腰部以及膝关节这些位置都有支撑，更有助于身体放松。二、房间环境。卧室临街隔音效果差，睡眠的环境嘈杂，睡觉不关灯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正常的睡眠。在睡觉时要保证房间内的声音、色彩、室内的温度以及气压等的因素都适合睡眠，且缺一不可。
3、睡觉寝具。寝具的选择对于睡眠质量也影响很大。如若盖的被子和温度不符合，容易在梦中冷醒、热醒，而且会让全身的血液循环出现问题，容易发生危险。另外，床垫太软或者是太硬，枕头太高或者太低，也会影响到睡眠。建议日常要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寝具，同时还要保证寝具的卫生问题，定期清洁更换。4、疾病影响。总是睡不好、失眠或者是早醒，可能与一些疾病相关，如抑郁症、呼吸问题、压力过大、腹部脂肪过多以及胃食管反流等，都容易让睡眠中断、入睡困难等的发生。想要改善睡眠质量，首先需要做的是积极就医，查明病因后积极治疗，在原发病治好之后，睡眠质量自然也能够得到了提高。3、这两种睡姿对上了年纪的人很危险。细想人们睡觉的状况，其实影响睡眠的直接因素是姿势。一个人睡觉时姿势不对，睡眠质量就很低，还很容易醒来，有时还会很危险。1、高枕无优势。枕头过高会导致颈椎生理曲度改变，就像被迫低头，这种压迫会损害颈椎，引发颈椎病，还可能对肩膀造成肌肉和韧带的劳损，引发颈肩酸痛、手臂麻木、头脑昏眩等的症状。颈椎异常也会影响大脑的血液供应，大脑细胞代谢异常，可能就会导致记忆力减退，甚至导致老年痴呆、大脑萎缩等严重危害。2、投降式睡姿。很多人睡觉喜欢举起双手睡觉，其实这样手臂和肩膀的肌肉并没有得到放松，时间久了很容易引发酸痛的问题出现。另外，手臂上抬容易发生食物反流，可能会引发反流性食管炎。4、新研究，侧着睡或可预防老年痴呆。提起睡姿，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侧着睡，但是也有人说侧着睡会压迫心脏等的器官，是好是坏难以决断。不过一项的研究似乎给出了答案。医学刊物《中国循环》杂志刊登过一项来自美国的研究，研究内容指出，睡眠期间，大脑的淋巴系统会通过脑脊液和同间隙液的流动交换来清除代谢性废物。如果大脑的代谢性废物无法清除，会导致杯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的沉积，影响大脑功能。该研究在加强核磁共振成影扫描的结果中发现，侧卧是大脑代谢性废物排出的最佳姿势，或可降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和神经类的疾病风险。那么左侧卧真的会压迫心脏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蒙志勇表示，从人体解剖结构来看，心肺等器官外部有肋骨的保护，侧卧时身体左侧承受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心脏上方的右肺体积虽大，重量很小，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压力，再加上肋骨的作用，因此左侧卧并不会给心脏产生太大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人体改变姿势的时候，全身的血流会改变分配的方式，侧卧时回心血量有所增加，再加上左侧卧心脏低位，对心脏的血量压力确实比较大，不过也远低于上下楼梯、跑步时心脏承受的负担。但考虑到睡觉时人类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较弱，本身患有疾病的人群应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睡姿选择平躺或者是右侧卧为佳。5、50岁以后最佳的睡眠时间是多少？提到睡眠时间，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睡足8小时。事实上，很多人都是被8小时的睡眠论忽悠了，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英国睡眠协会会长尼克利特尔黑尔斯表示，一刀切的8小时睡眠论反而不好，会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因为不同人群所需的睡眠时间并不一样，个体之间存差异性。其实相对睡眠时长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个人的睡眠周期。
一般成年人晚上会有4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的时间持续为90到100分钟不等。在睡眠周期中，我们会经历非眼动睡眠、眼动睡眠以及快速眼动睡眠等的阶段。这些睡眠阶段是由浅到深的过程，而身体的修复和睡眠其实都是按周期走的。再加上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难以保证每天都要睡足8小时。如若强硬的想要自己每天都睡8小时，会让情绪变得十分的沮丧，反而对健康不利。那么不同年龄的人群每天睡多久比较合适呢？医生建议：一、婴幼儿睡眠时间大于12个小时；二、18岁以下青少年睡眠时间应该保持在9到10个小时；三、18到64岁成年人睡眠时间应该保持在7到8个小时；四、65岁以上的老年人睡眠时间应该保持在至少6小时。当然，这些睡眠时长并不是非常硬性的标准，具体的时长还是要以身体的反馈为主。如若睡觉后觉得精神充沛，即便是时间稍短也没有关系，不必过分执着于睡够时间。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在睡眠，剩下2/3的时间依赖睡眠。睡眠虽然不是人生的主题，但却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好的睡眠更是人类保护自身健康的武器。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远离不良睡姿。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